如果我跟你说有一个 AI 模型，它不仅免费开源，而且还用了这个 OpenAI 1%的预算就做出了 GPT-4 级别的性能啊，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场 AI 界的革命呢？老实说，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太美好了。我觉得一开始都是觉得不可能，然后我后来就去看了一下论文，才发现，这好像是真的。然后，所以我后来上去用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还蛮好用的。对，没错，这是真的。那这款 AI 呢，叫做 DeepSeek R1 啊，是 V3 之后的，算是一个思考版本。有点像是再 fine tune 一下。对。那最近呢是 AI 界的超级话题。那这个来自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呢，不止让全球的开发者非常兴奋现在连NVIDIA、微软、Amazon 这些科技巨头呢，也都开始采用啊。与其说采用，不如说他们把这些模型呢放到他们的云端里面，让你可以快速的去使用，不管是企业或是个人，就是可以在那个云端，比如说 Colab 那些地方都可以直接部署。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就是大概是年初3之后吧，很多国家开始禁止使用 DeepSeek。没错，对，好像是澳洲啊、意大利啊、台湾啊，还有美国军方啊，现在都明确禁止使用 DeepSeek R1。那这让人很好奇，所以这到底是一场技术革命，还是新的地缘政治冲突呢？好，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只是 DeepSeek R1 它本身的技术，还包括了它对全球 AI 产业甚至是国际局势的影响。那 DeepSeek R1 到底有多强呢？好，它的开源策略对 OpenAI 还有 Google 这些巨头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为什么很多的国家对它又爱又怕呢？不过说起来，你刚刚提到开源这个词，它其实也没完全开源。真的吗？我们待会就要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那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次 AI 战争的胜负会不会就此改变？我要现在说吗？好，我们就接着下来看下去。我们看下去吧。好，首先呢，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先跟大家聊一下 DeepSeek R1 到底是什么。那DeepSeek R1 这个 AI 模型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盛伟，你觉得？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你们会不会好奇说，就是我们明明已经有 ChatGPT 了，我们明明有 Cloud 了，我们还有那个虽然现在对不常用的 Gemini， 但之后我觉得它大有可为，因为之前有一些功能释出，那还有很多嘛。比如说 Mistral 啊，或者是 Llama 就真的开源了。对，你刚刚说开源这件事情，那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多模型了，还要有人跳出来做这些模型？对，而且还可以杀出重围，好让大家震惊惊艳这样子。对，那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个简单来说呢，就是 DeepSeek R1 呢会被那么多人关注呢，大概是3个原因啊。第一个，它很便宜；第二个，它开源，对，开源要打一下，我们待会再来讨论它到底开到什么程度。第3个就是它用了很多很聪明的技术来提升它的效能。好，那首先我们要聊一下它的成本啊。那 DeepSeek R1 根据它的论文自己说嘛，它的训练成本大约就是600万美元。这要说明一下，但是你认为是这样吗？不是，这个不是 R1 的训练成本 ，R1 更便宜。这 V3 的是 V3 的训练成本。我这边说明一下 ，V3 是 R1 是他们 DeepSeek V3 的一个你可以把它讲说是什么子类嘛？就是 V3 下面有一个叫 R1， 它是特别强化了推理模型这个概念，所以它有点是在已有的 V3 的基础上面，我再用一些资料让它可以练出具有推理能力的模型，然后它的练法非常的令人惊艳，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R1 本身的训练成本不是这个600万美元，600万是 V3 的，对。OK， 所以相较之下，如果我们要对比的话，就是 OpenAI 它训练 ChatGPT-4o 它的成本可能是几十亿美元，对，或者说几亿美元，到底有没有到几十亿啊？我不知道，应该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同量级的东西啊，所以说很像是 DeepSeek 用1%的预算就做出了可以跟 ChatGPT-4o 一拼的这个 AI 这样子。那而且 V3 的那个 Technology Report 里面也直接说明了，就是他们用的就是他们在储存资料的那个算法是用那个浮点数只有8位数。平常都会用到16位数，它就等于是说它精准度非常低，然后它就可以用那种很烂的显卡练，
然后同时还具有同样的效果，所以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看那篇论文，你会觉得它很神奇，但是猫腻也是在这边了，就是它神奇就是为什么？等一下后面我们继续讲。对，那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会觉得说，哇，这个像是 OpenAI 和 Google 呢，他们都是用航母在打仗，而这个 DeepSeek 呢就造了一支性价比非常高的无人机舰队，就打得有来有往，这有点像是。实际上的确，现在在台海战争很有可能就是操作这样，就是不对称战争，对不对称的。那这个打来有来有往呢，就让大家很害怕了哈。所以这个它成本很低，但是它表现真的好吗？在以 R1 来说的话，它在多个测试当中呢，表现都非常好。例如说数学推理呢，都甚至超越了 OpenAI 的这些最厉害的模型。应该说跟 O1 是跟O1 比起来，现在最厉害可能是 O3 了哈，但跟 O1 比起来的话，已经这个不分轩轾。对，那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技术突破，技术突破到底是怎样才有办法在那么少的钱，然后做到那么好的品质呢？目前看起来有几个关键字啊，第一个叫做 self reinforcement learning，就是自监督强化学习。这个其实已经蛮多在做这件事了啦。对，自监督学习其实就是我讲白一点，就是假设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会怎么做？我会我知道 ChatGPT 就比如说现在 GPT 的 O1 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好，那我现在我练出来我自己的一个叫圣威1号的模型，这个圣威1号是个白痴，那该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就是圣威1号在要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先给 GPT O1读一下，然后给他来个评分，说我真的觉得你这个圣威1号说的真是有个狗屁不通的。那我就把这个讯息再丢回圣威1号，然后跟他讲说你这做的不好，你重写，然后就这样不断的自己这样重复之后，那最后他吐出来的答案就是我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所谓自制中，其实就这个概念了。我就有一个目标的，你也可以说它叫做 actor critic模式，就是我有一个行动者，然后我同时有一个 critic 可以去监督我的行动者，他的行动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这一个技术在 R1 里面有什么厉害的地方是他没有 critic， 他是把 actor 跟 critic 都做在他自己的模型里面。他练的时候是只有一个步骤，他没有说我刚刚还要再传给 ChatGPT 说，还是传球，对，有个师徒的概念，师徒的概念，他没有，他就是自己是师徒，在这个自己是师，自己又是徒，这样子。对，所以你这边有提到他是 AlphaGo 的这个感觉是没有错的，因为他在那边用的所谓的就是那个打败棋王的这个对，好 DeepMind 的 AI 下棋AI， 它后面的那个版本 Zero 版。Alpha Zero， 它是 Zero Shot 去，他不需要人告诉他棋谱了，自己在那边下，给他规则他就可以了。对，那他怎么做到这件事？我们之前在刚的那一个圣威1号的智障，在传输的过程中，其实是这样的：圣威1号他有他自己的思考链，他有他自己思考的过程。我把这个过程给了 ChatGPT， 请他评估，他再回来。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它是一台电脑，圣威1号是一台电脑，它是不是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很多的可能性了？那接下来就是只要去面对到我的人有一个回馈说这个答案是对的，他其实可以去挑，有点像像那个围棋一样，去挑胜率最高的那个选择点就好。所以他可以自己就在一些小小的资料规范之下，可能只有几千笔的资料规范之下，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辨识他有没有办法得胜的模式，所以他就可以用很小的资源，然后也不需要去外面去对接，而是所谓的自己就训练自己说，对，我应该要这样回答才是对的。哇，真是一个好学生啊！自己监督自己，强化学习。对，所以这边的 self 最希望的学生就是这样子，都不用老师教这样子。所以这边 self reinforce 不只是训练自己，不只是有一个 tutor 可以，就是一个 AI 的 tutor 在那边教他，而是他自己本身就有学习能力。那刚刚说的这个东西，他已经跳脱所谓的思维链，就是所谓的 train of thought， 它是 tree of thought， 它是叫做思维树。那这个概念也大概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有开始在讨论，但老实讲，我那时候用不出来，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现在看到他这样用的时候，你一切都觉得合理了。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在给我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指引，带来一些不错的方向。对，有时候比如说 DeepSeek 出来之后，我们当然就试用了嘛。包括我还有安装本机的版本在电脑上面，7B 的版本在测试它，然后就会看他自己在那边，好像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在自己思考，对，然后
在那边想，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这样做好了，可是我这样做好吗？就是说在那边自我对话，你知道吗？自言自语。所以在那个论文里面，他写到那个 aha moment 所以他会有很多啊哈，你知道吗？对，就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我从头再来一遍。对，很有趣哈，因为。其实我看的时候会觉得说，他到底是在表演，还是说他真的是没有？我们还是看到很透明的看到他的想法，就一样。刚刚那个树状图，我们想一件事，他就是走到那个节点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所有的胜率都低于平均值了。所以应该要有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提高胜率吧？就是假设就50-50，就是这种最 normal 的这种状态，已经变40%了。我现在的这个节点上面所有的选择到最后的结果都是40%以下。那你是不是应该要回头想？所以他的 aha moment 你是可以想象说，是可以解构的，但是在过往的一些思维上面，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东西在 AI 上面是不会产生的，就是这 aha moment。所以这的确是个亮点，他用完了这个技术之后，有了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聊过的，叫做 MOE 啊，对，MOE 还 mixture of expert， 就是。这个技术中文要叫什么？混合专家模式嘛。那个技术可以让 AI 变得更精准，而且降低它的运算资源消耗。那这个概念到底像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描述这个 MOE？ 如果是我现在来描述的话，会说我们今天如果现在丢一个问题到 ChatGPT 这样的模型里面，我是会所有的神经元全部启动。但很明显的，我今天如果是问一个 F 等于 ma 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必要把文学相关的神经元启动吧，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做一个类似分类器的东西，在这前面先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去区分现在的工作类别是什么？那我就只要驱动那一块神经元就好了，而不用去驱动文学。我就是在我的物理的解释里面放入了文学的神经元到底有什么意义？它还是权重是0啊。但是在现在的方式，就是一个大的模型上面，就会是我全部的权重都要启动。它第一个我的效率会变慢，第二件事情它耗能。对，所以 MOE 的好处大概在这边。了解所以其实这个跟我们的大脑有点像就是说我们只需要启动必要的那个神经元那条链这样子。对，然后同一个时间就是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分成这是一个物理神经元，这是一个化学神经元？我抱歉，我用科目来类比。对，所以它就可以是分开训练的几个东西再拼装一起。所以你会听到像 Mistral 的混合模式的话，它会是写成8x7b， 有8个7b 模型在后面。所以这就是它的 MOE 的意思。对。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模式的名称，有时候就可以知道说它的规格大概是什么？对，它的规格。那这有点像是一个大学教授团队我们今天问一个问题 F 等于 ma 或者说 E 等于 mc 平方，那这时候会让物理学教授来回答，不需要这个园艺系教授也来回答，这样对，大家就不要在那边跨修对，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啊。好，我们今天有园艺的问题，我们再请园艺系教授出来就好。是，对，所以这样能让 AI 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有效率。好，那也是为什么 DeepSeek 能够用比较少的 GPU 训练，而且维持高效能的原因。这样子。那但是 DeepSeek R1 或 DeepSeek V3 它是真的是一个开源的 AI 模型吗？这就要提到什么叫做开源，就是就是目前 AI 模型的开源应该有3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我开 API 给你用用看。这样也算开源？这样应该也可以算是一个开源吧。对。那第二个东西是我放到可能 Hugging Face 上面，然后我有提供权重，然后这也是一种开源。那它就相对再更广一点，但是你没办法直接去修改到模型的本身，或是你顶多只是用它的方法来验证会有这个效果。那最后这个真正的开源是什么？我把我的资料都给你看，我把我背后练的方式所有的东西都开给你，你是可以整包用那个 Git 直接下载下来到你的电脑，然后你就开始跑完之后你理解了，你可以改中间的数据，你可以自己写 code 再修成你要的样子。我认为所谓的开源应该是我说的最后这个阶段，是包含了你原始训练的资料跟你怎么做的那些东西全部都包下来。比如说 DeepSeek 训练的时候可能塞了很多什么武侠小说啊，对，有很多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啊，比如说它中文的表现特别好嘛，然后很多可能
中共的一些文宣资料啊，是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没问题。就像我们台湾在训练自己的泰德大模型，也一样，必须要有很多台湾繁体中文的资料嘛。但是如果要真的开源的话，就得把这些也都开出来，对，这样子才有办法。应该说开源的意思，真正的开源的意思应该是我身为一个 geek 或是有程式能力的人，他是拿到那份东西之后可以修改成自己要的样子，我是可以完全复制这件事情。对，只要还没有达到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能够称作开源，它只能够说我有开放一些权限让你能够验证能够使用而已。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是DeepSeek R1 它开放的是模型的权重weight， 那但是训练数据跟完整的训练程式码并没有开放出来那这也是为什么在 Hugging Face 这个AI 模型的托管平台上面呢，现在有一个 Open R1 的计划，这个目标就是要重建 DeepSeek R1 的完整训练过程，让它真正变成完全开源的模型。那之所以我们当然对这个事情可以有批评，也可以有赞赏的角度，批评的角度就是说因为它不够真正开源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才会有这个计划。但要赞赏一点，就是有蛮多论文都不会去做到他做到的这一步，对，起码连这点都做不到嘛。对，更何况还有很多闭源的。我们说ChatGPT、OpenAI 他们虽然叫 OpenAI， 但是大部分是 Close AI。对，所以说其实它也刺激了这个很多的开发者，他现在想要来创造这个 Open R1。这样的计划，就是因为它稍微打开了这个缝，那大家想要钻进去了，所以大家对这事情是真的很有兴趣的。所以Open R1 的计划呢，我觉得之后我们再看情况啦，再来跟大家介绍它是否能够真的让 DeepSeek 复原完全提供一个开源的替代方案。是，那这个计划呢，就包含了3个关键步骤，就是知识蒸馏。其实我们看到 distillation，这个蒸馏这个词呢，在最近讨论 DeepSeek 的时候，很多人拿出来讨论。国威，你就是理解蒸馏是什么样的意思？我只有从 OpenAI 它的网站上看到这个蒸馏，因为 OpenAI 它后面有这个 playground 嘛，然后它也会告诉你说他们蒸馏到底是要做什么这样。这边我想要说，我忘记是 Mistral 还是 Llama， 在去年8月还是7、8月那时候，他做了一个700B 的模型，太大。超大的模型，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有风声说他们要做训练下一代 AI 的合成资料的生产器。合成资料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让 AI 吐资料来训练下一代的 AI？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论文是讲说，就是你不能这样做，因为资料会一直衰减，会崩溃，对，最后会 crash 掉，就是吐出来都是垃圾。对，那。所以后来就说一件事，那这个合成资料是需要筛选过的，就是要有意义，特征是具有你需要的特征，而且是能够被人类辨识出来，然后电脑读得懂的东西。所以蒸馏的概念就大概跑出来，你必须要找到一些是对于你现在要练的 AI 是有意义的资料，有它的鉴别度的资料，接着把它组合成一个资料包再喂进去，它才会有意义。有点像是我们在写 prompt 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它一些参考嘛，就是我觉得写得好的东西。对，那同样的，你如果要用这种合成资料的方式去做资料的筛选，也会是同样重要。那蒸馏的过程就是去从这些海量，从可能有人在说是 ChatGPT 的资料吗？我不知道，就是在那边筛选出，我觉得这个比较好，那个比较好，然后把它组合起来，这样才就很像我们人的一生当中，长到现在有这颗脑，那就看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们当然也看了很多相对比较优质的东西，但是你这辈子不会只看那些优质的东西嘛。是。那我们现在就是那我们现在重新转世一次，你在训练下一个小小的自己的时候，训练一个下一个小国威、小圣威的时候，你只让他看那些优质的东西，对。或许他就不需要吸收那么一大堆垃圾。对，比如说咒术回战啊，比如说我推了浪费我的人生，不用看那么多浪费人生的东西，你就看经典就好了。这以上是个人见解。好 ，anyway， 其实我们简单来这个科普一下大概这个概念对，那再来就是强化学习，就是 reinforcement learning，那就是要建立完整的数学推理跟程式码的强化学习数据集。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Open R1，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多阶段训练，就是要重现 DeepSeek R1 的多阶段训练方式，来确保效能能够匹敌这个原版。所以
DeepSeek R1 呢，虽然比 OpenAI 更开放，但也的确还不是完全开源的 AI。那当然我们也很鼓励这样子的一个越来越多这样的模型去出现，让大家来使用。好，所以如果 Open R1 计划成功的话呢，代表说未来团队呢都可以从零开始训练自己的 DeepSeek。那这当然会让整个 AI 的 democratization， 就是 AI 的民主化呢更进一步。所以总结一下 ，DeepSeek R1 呢之所以让大家关注呢，就是第一个好，就从 V3 开始好延续下来的这个 R1 呢，它的训练成本很低。第二个，它的技术真的很聪明，效能也真的很强。那第三个，它比 OpenAI 更开放。好，虽然说没有完全开放，它没有完全开放啦，对。可是它比它对标的这个 OpenAI 呢更开放。而且我很好奇，它就算 Open Source 了之后，到底有多少人会拿出来玩？对。我觉得可能很多，因为其实连我自己都下载到电脑里面来玩，就用欧拉玛来开了。对对对，好，我当然只能玩一点啦，那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可以调的东西很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会刺激很多的企业他们自己建立自己内部的这个系统。好，所以问题来了，如果说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很多科技巨头都开始用 DeepSeek， 那有些呢是提供 DeepSeek 让使用者可以去用，有些是直接把它结合到自己的服务里面了，像是 Perplexity，像是 POE，那这些呢，他们已经开始提供 DeepSeek 模型让你可以用了。所以代表什么呢？这个开源 AI 的革命会不会真的让 OpenAI 跟 Google 感受到压力？而且事实上，感受到压力的也不只是其他这些 AI 模型公司，还包括了提供硬体的公司。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全球的科技巨头呢，虽然一方面正则于这个 DeepSeek 的威力那但一方面也开始采用那可能有一些批评啦，但是其实嘴巴上说一套，实际上说做另外一套所以DeepSeek R1它已经不是一个技术社群的小圈圈话题了现在呢像是 NVIDIA 它已经把 DeepSeek R1 纳入的它的 NIM 为服务那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就你可以在这个 NIM 上面安装一些自己的模型然后透过它的这个很方便的这个流程，那所以看起来好像 NVIDIA 也很看好这款 AI 模型的应用潜力。但我必须说，就是那个时候，就是 NVIDIA 股价下跌，我直觉想到一件事，超级股灾。对，我直接想到一件事，就是对，看完之后才发现到，如果我要做个人化的服务，其实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算力啊。对啊，因为 DeepSeek 这一个论文出来之后，它其实对我来讲最直接的概念就是，只要我有程式能力，我拥有足够的，只要有一台 Mac。然后可能稍微加装一下，加到顶这样子，对，加到顶，好像就可以练啦，好像没有那么难呢。那你 NVIDIA 去年在那边喊说什么？我们要有更好的模型，就要有更多的晶片，你就要有更多的 NVIDIA。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华尔街在反扑的应该是这件事，就是你的宏大叙事好像并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我们看见的真的有办法帮助到人类的，有办法直接作为商业一个服务型的产品输出的东西，好像不是你的这个宏大叙事下面的东西。对，但是其实刚才这个说法呢，也有人说，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辉达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些产业，它的股价下跌，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那DeepSeek 如果可以用相对那么便宜的价格，甚至是比较低配备的这个显卡，就训练出来，那这就代表最新的这些显卡可能没人买了嘛，就太贵了嘛之类的。那可是也有人认为说，其实训练是一个成本，但是你要提供这个数以10亿计的使用者去使用，它又是另外一个成本，而DeepSeek 他说的这个600万美金的成本，只是他 V3 的训练成本。好，那你今天如果要开始提供数十亿计的消费者来使用，你的成本还是很高的，你还是得买，你要 inference， 你要不断的去接受这个需求嘛。对，这是一个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DeepSeek 它必须架在已经有成功的模型在前面，它才可以这么便宜。没错，所以就有点，我们当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所以你今天要说它是从无到有，也不能这样讲。好，那但是它的确是被逼出来一个相对应该说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做法了。对，所以我才会说，作为个人化的服务，这篇论文是有价值。但对于整个 AI 的发展来讲，这篇论文就
就只是一篇论文，真的这篇论文就真的只是一篇论文而已，它不会让 AI 什么就是往 AGI 往通用型人工智慧迈进，或者我找到一个什么非常厉害的方式可以让 AI 往前进步，没有，它简单来讲就是我个人想要来偷工减料，想要玩点东西的时候，有个方法可以用而已。对，而且表现是相对好很多的，所以后来比其他的这些小模型好很多。这样，所以后来 NVIDIA 股价又开始回来，又回来了这样子。对，好，那当然长期来说，我们都认为这个需求还是会不断增加啦，因为当你这个东西便宜了。好，反而会刺激需求，对不对？好，就像我们车子如果变便宜了，大家就更想开车了，好，所以马路的使用越开越大台，好，并不是说车子便宜了，大家不想买车了，所以车厂就倒闭了，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是，好，所以其实包括 NVIDIA 包括微软啊，好，等等也都是现在开发者也可以在 Azure 的 AI Foundry 还有 GitHub 上面使用 DeepSeek R1。好，那所以微软虽然是 OpenAI 的大投资者。好，这个大股东，但是他也没有停下手，好，他也是马上把 DeepSeek 接上来。那 Amazon 呢，好也没有闲着，虽然说他是 Anthropic 的大股东，好，不断的10亿美金的在投，但是呢，他也马上好把它接到自己的 AWS SageMaker 啊，或者是 Bedrock 的服务里面，所以说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用 AWS 包括 Azure 这些云端服务来部署。那甚至连美国的 AI 公司 Perplexity 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 AI 搜寻引擎呢，他们也把 DeepSeek R1 列为一个跟 GPT-4o 还有 Cloud 3.5 并列的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它相对起来整个成本都比较低。所以其实我想这对 OpenAI 来说应该是有点压力的吧。OpenAI 压力超大的，他现在都是 Close AI 了呢。对，那我们也知道说 OpenAI 在接受到这个刺激之后，马上又推出一些东西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聊这样子。好，包括它的现在为人很惊艳的 Deep Research 功能，还有 O3 Mini 之类的。好，那DeepSeek R1 的出现呢，就有点像是 Costco 好，某天就开始卖超高级的 AI， 而且价格是比市场低很多的，而且不限购，所以大家就会冲去抢。你现在用 O1 可能你没有花钱的话，你还有限制使用次数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您自己在这个本机上，或者说现在要怎样用 DeepSeek 你都用到饱，好，所以也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大家就会冲去抢这样子。对，但问题来了，就是说 DeepSeek R1 是如何这个打动这些科技巨头的，让他们马上愿意采用的呢？好，这个问题其实怎么讲？它开放了权重嘛，所以你其实是可以直接复制下来就用它的整个模型，所以你不需要再付 API 了，对吧？就是那个欧拉玛你我也用了嘛，就是直接这样子做就好了，对啊。这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我就用欧拉玛，然后用 Web UI，然后就在自己的本机上跑。那其实那个速度，然后我用7B 的模型而已，虽然它资料量有点差，但是那个思维链还是很清楚，好，四位数，好，那其实非常。品质如果是中文的话，其实品质还是不错。其实很难想象，就是说现在一个可以完全对标 GPT-4o 的一个模型，它就在我的本机上跑而已。其实这个是很惊人的那自己都觉得说，哇，这个进步的实在太快了。感觉到 Edge 的就是对端这个终端 AI 的力量对。那这个当然 NVIDIA 或各家也都在部署啦，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的那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它就不用再付这些昂贵的 API 费了所以可以大幅的降低成本。有些企业它可能本来就有伺服器啦它就直接这样安装上去，直接自己透过云端部署就好了它未来就不需要再花这些像是租军火的成本这样子自己拥有这个便宜的军火。那如果本来每一年要花几百万美金买 OpenAI 的这些 API 授权或是各个方案的话，的这些企业呢，就会突然发现，我有一个免费而且又强的 DeepSeek R1，那当然你就会用 DeepSeek 了。对，那而且你自己在本机端部署的话，可以避免掉一些可能资安啊，又或者说一些它的关键字，或者说它的忌讳嘛，它有很多忌讳，就像。每个模型都有一些忌讳，但是你自己下载来自己 tune 那这问题就可以解决这样。但必须说 OpenAI 的 API 也没多贵啦，就如果按照我现在的，我们自己有在用啊，我自己在读一些文章，然后整理资料，然后就是有写一个自动化的程式在读。这样1个月下来，其实好像也不到$10。对，但如果说今天是大型企业的话，它可能直接用 OpenAI 的，比如说各模型在做多模态的辨识之类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利用，比如像 Perplexity，
好，它可能就需要付很多钱。好，这是我觉得就是 Perplexity 我也有用 Perplexity 的 API， 我一天就要用10枚。对，因为他就先跟人家租嘛，好，那他当二房东嘛，好，对，所以说其实这个就价格不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微软啊、Amazon 啊这些科技公司知道这个有市场，马上把 DeepSeek R1 呢纳入自己的 AI 服务当中，因为他也不想被 OpenAI 或等等这些大企业。事实上，这些公司他们自己也有推一些免费的开源的这个 AI 模型，只是说表现的确没有 DeepSeek 那么好这样子。那所以 DeepSeek 给 OpenAI 呢，的确带来很大的压力哈。那我们现在可以想象 ，OpenAI 面对3个很现实的压力。第一个就是这个开源的竞争加剧了，因为 DeepSeek R1 说从 V3 开始的这个开放策略呢，让 OpenAI 它这个 Close AI 的现况面临更大的挑战。第二个就是它的商业模式会受冲击，如果越来越多企业就不用了。这个 OpenAI 的 API 好，那改用 DeepSeek， 那 OpenAI 的 API 收入呢，就会下降。那包括 Cloud， 他们主要是透过 API 赚钱的，这个也会下降。那再来就技术透明度问题。事实上 ，DeepSeek 我们虽然说是来自中国的模型，但是反而大家更容易去理解这个大模型的运作，因为它起码权重是开放的嘛。那 OpenAI 呢，仍然就相对来说就还是很神秘的，所以对于某些更在乎它透明度、可解释性的企业来说呢，DeepSeek 反而就变成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当然，也不是只有 DeepSeek 啦，你还是有 Llama， 你还是有 Mistral， 你还是有其他开源的选择。只是 DeepSeek 的确给大家很惊艳的一些表现所以这样看来 ，OpenAI 可能也会开始考虑开源部分的技术来保持它的市场地位。我不觉得，你怀疑是不是？我不觉得，我真的不觉得对啊，所以这就是现在有这个棋子下在棋盘上了。那 OpenAI 要怎么接招呢？我们就要持续看下去。因为 API 这一个路径，应该说它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我觉得改天可以来讲讲现在那个很红的 Agent 是什么东西。好，对，这个我们之后要再讲。因为其实关于 Deep Research 被认为是 OpenAI 现在推出的一个最强大的 Agent。对，好。那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谈。那但是在这次 DeepSeek 的凭空出世的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就发现 AI 产业的战场呢，除了有美国跟中国这个楚河汉界之外，其实还有开源跟封闭这样的一个对决。这个一开始就有了，这个从那个 Meta 的那个 Llama 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玩这个游戏了。没错，那Meta 或者说 Facebook 母公司，他们透过 Llama 这个战术呢，让自己重新的算是回春本来一直卡在那个元宇宙做不起来那个 Llama 一推出来之后，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用 Llama 来改，对，因为其实它是比真正能够改的一个模型。是那 DeepSeek 呢，现在又跳出来，那大家就觉得说，哇，连我可能甚至我连修改或是我连运作的成本呢都会少很多。好，那大家就更有兴趣了，就开源这个阵营现在的军火越来越强了，这样子。好，那当然中间有开源，有这个闭源，但是又有美国、中国，或者说这个就你现在是在画那个阵营9宫格，是不是？可以分成9宫格，我看要分成4象限还是9宫格这样。对，好，所以这有点像是 iOS vs Android。这样的战争你要选择一个封闭但是高效的系统吗？还是要选择一个开放但是弹性更大的系统呢？或者说 Microsoft vs Linux。但这件事情的下面其实是 Meta 在下一盘大的棋，但这个大的棋可以我们在下一期讲。我觉得现在讲这个有点太多了，对，因为其实你要思考的事情是，开源会让先锋使用者有体验感。然后先锋使用者可以依照你这个原本的模型再做出它的服务，所以它其实是等于是我可以我开源模型，我等于是这个模型成为基底，有1000个网络上的爱好者工程师会不断的去服务这个模型，去修改或者去创造新的可能性。对，你的开发者变成全世界人，而不是只有自己的公司。那这个东西我们会称作叫做应该叫生态系啊，对，就是某一种生态系。对。但是开源 AI 真的会赢吗？还是最后是 OpenAI 或 Google 这些科技巨头，他们如果没有选择开源的话，还是说他们会挟着既有的优势垄断性
这个胜出呢？我觉得那个就是也是跟 aging 有点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下为什么有些国家开始封锁 DeepSeek。好，那这到底是 AI 竞争还是国际政治角力呢？好。那我们刚才有聊到 DeepSeek R1 好，或者说 V3 好，这个开源模式吸引到微软啊、Amazon 啊等等的科技巨头开始提供服务，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对 DeepSeek 保持欢迎的态度，有些国家开始封锁它了。那包括台湾在内，好，台湾在DeepSeek 出来之后呢，马上就下令我们的公务机关不能用 DeepSeek。好，那当然，如果你自己下载在本机上，可能是你也管不着了。对，但是不能在公务的环境当中去使用 DeepSeek， 不能够用它的网页版的 DeepSeek。对，好，那其实这个很有趣啊，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认为技术更先进，但是大家越想用，但 DeepSeek R1 一推出，很多政府都跳出来，那包括澳洲啊、意大利啊、美国军方啊等等，都已经禁止或限制 DeepSeek R1 在特定领域的使用了。这怎么那么多国家？这些国家我感觉他们也不像我们有一些必要性。对，为什么他们要去禁这个东西？没有，现在全世界都很敏感的对于中国的这个议题。所以问题来了，好，那这些国家到底在担心什么呢？好，到底是技术问题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呢？好，那其实这个大致上我们可以拆成3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安全疑虑，就是说这些 AI 的资料来源不透明嘛。好，那他可能比如说你问他64天安门发生什么事情，你问他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好，那可能会很多其他的，就像大家为什么会去禁抖音一样，很多国家会去把 TikTok 想要把它禁掉，其实某方面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好，那所以这个安全的疑虑，那甚至是使用者在使用它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资安的风险？这个资安风险有很多层啦。如果你下载在本机，你认为就完全没有资安风险嘛，也很难讲。好，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宁可就是错杀100，不可以漏放一人。好，其实这个是大家抓间谍是吧？对，大家很担心的。那第二个当然是地缘政治啊。如果说你一直去使用 DeepSeek， 甚至是鼓励它的成长的话，这可能你就在科技阵营上就选边站了。好，那我们现在到底要选哪边站呢？你要站在哪一边？其实这也是一个到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忽视的事情了。好，所以我们不能说很单纯的就是说那个中国的核能技术现在很好啊，那我们就来用中国的核电厂吧。就是说你很难那么天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好，包括一带一路也是这样嘛。中国这个高铁建得很好，那我们就用中国高铁吧。好，那其实这是后面都有很多的，不管是贷款啊，或者是那个维修怎么办？维修啊，你的技术典范啊，好等等，就是整个都绑在一起的嘛。所以说你很难很天真的去选说我就是要用一个最好、最便宜、最快的一个技术。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那另外呢，就是监管的问题，就是开源 AI 本身好，那包括 DeepSeek 那么强大的开源 AI， 它可能会带来更难控制的内容。好，因为当我们现在都知道，其实要复刻一个人的脸啊，然后他讲出他的声音啊，其实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嘛。这是真的非常简单。对，那 DeepSeek 或是类似的模型，其实我们如果它更多模态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它的能力是很强的。好，那这时候会造成什么问题？我想大家可以想象出来了，不管是假新闻，或者说假造名人、假账号，这些问题。所以我想，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资安的疑虑好了，因为很多政府封锁它的第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认为它这个其实还是不够透明。第一个，它的训练数据并没有公开嘛。对啊，就我们前面已经有讲到，它不是完全开源啦，只是很开放的。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在这样的模型用在政府设备上的话，它可能产出的内容都受中国官方的中共内容所影响。我懂了，这个资安，我刚才想说这到底哪里有资安问题？对，就是说你的资讯本身就有一个偏向，或者说因为你被训练的内容都是往这边被误导了。对，你在乎的价值不一样，你输出的价值不一样。好，所以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包括台湾很多人都会当中国用语检查，我们说中国用语之语检查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认为说，这些只是流行用语啊，这个接地气啊、牛逼啊这些事情，好，大家这嘴巴上用，可是很多人会担心说，这个用久了，你就是认同了这个意识形态。好，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会担心的。那当然，语言的输出也是这样子。事实上，
我觉得这都是会触动一些敏感的神经啊。我不能说这个到底是100%正确或是不正确，但是它的确是敏感的议题，特别在地缘政治已经这个很显著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再来就是又有点像 TikTok， 就是担心政府监管，比如说它现在这个模型这样，如果它又更新呢？那你会不会持续下载呢？好，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条款是要你答应的，然后你不知不觉中就答应了？网页版的部分，对，不管是不是网页版，或者是它开源的版本。开源版本可能有一些对了，还是有可能。好，就是说它免费让你下载，但是它会不会有些条款是你不知不觉就答应了？对啊。好，这个其实大家会有点担心。好，那就是一样啊，就是宁可错杀100，不可能重放1人这样子。对，那所以美国军方啊也禁止在政府内部来使用 DeepSeek 这样子，怕担心会有机密资讯的外泄，或者说被用来进行网络攻击。那 DeepSeek 官方当然都认为说，我们 AI 并没有内建后门啊，也不会进行各种形式的监控啊。那但就是有些信，有些不信啊，就是这样子。这种话听听就好，我们都一定会说，我们绝对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监控的。对，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好，事实上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因为 AI 这种东西本质上就是一个黑盒子嘛，我们不可能100%确认它运作方式，所以大家永远会有疑虑。那也永远会有这个可被显示的空间，这样可经商榷的余地，这样子。那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国际竞争啦，因为现在 AI 产业已经是美中科技战的核心战场。你从 AI 往下连的是整个晶片，好，那晶片又连到所有的东西，基本上所有，就是基本上所有的东西，它是一个核心。所以像是美国禁止晶片出口到中国，好，某些太先进的晶片出口到中国，也禁止中国制造能够自己制造先进的晶片。那但是现在却来这个逆反攻逆攻回来，这个 DeepSeek 还是让这个美方非常的震惊，然后那所以如何让美国能够保持领先这件事情，其实是现在很担忧的。那很多人都说这就像是Sputnik 时刻，就是当初美苏在冷战的时期，那个火箭先上去，那个卫星，卫星，对，就是美国苏俄优先的发射了一颗卫星Sputnik 在天空上，然后大家都担心，哇，这个天上从此有一颗苏俄的卫星在监督着我们，多恐怖啊！好，那美国竟然发射不上去，所以那时候美国才说，那我们一定要赶快超越，我们要直接把人送到月球上嘛，这样子。所以像这样的竞争，其实都会让大家很担心，又很像当初的像奥本海默那部电影演的一样，就是说，听到德国纳粹德国优先的做出了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核反应对，绝对不能让核分裂这件事情优先被核心国给取得嘛，所以同盟国就要加速这样子。所以像这种就是会刺激大家很多紧张的神经这样子。那像意大利啊。也的数据保护局呢，也马上发出声明，表示要调查 DeepSeek 的数据隐私问题。那当然，实际上会不会有这个闲工夫去做，我们还不知道了哈。但他们先声明了，就代表他们在意这件事情。对，先喊出声一样。所以说，这个本质也有点像是华为5G。那我们大家知道，华为5G 那时候也是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中国的科技开始有这个超越美国的苗头的时候呢，这个封锁就会来了，因为毕竟中国的态势也是明显，因为它就是要从各方各面取代，或是能够称霸嘛。虽然说嘴巴上不说称霸，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这样。这边也补充一下，就是5G 这个，就是应该说通讯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核心网络。其实美国现在好像已经没有自己的核心网络的制作能力了，大部分都是之前华为，对，西门子嘛，摩托罗拉嘛，对不对？那基本上。摩托罗拉，我们不是说手机的那一部分，是核心网络那一部分。西门子，我们也不是说手机的那一部分，他们手机的部分早就都卖掉了。对，那核心网络的部分现在这个是在欧洲嘛？对，都在欧洲。那美国现在就要开始推开放核心网络，对，但是他们也要用开源的方式来重新打这一场。我真的突然觉得他们好多产业链都断光了，就是觉得美国实在是有点惨了。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监管的问题，就是开源 AI 会不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其实就像很多人会很担心，我们把某些，比如说像生物研究有些人会去研究如何制作出更传染性更强的禽流感，
或传染性更强的不行，SARS 没有 GRB 是绝对就不是那个反正人体试验委员会绝对不会过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去研究，因为有些科学家想要研究某些东西的改变会不会往这个方向走。好，如果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如果先研究出来它会不会变更毒或传染性更强，我就可以先研发解药。所以有些说法是这样子，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先研发那些更毒的东西。可是你研发更毒的东西，你这个论文要不要公开呢？这其实就是现在 AI 一直不断进步，其实现在让很多 AI 大神们都站出来担心的一件事情。不是说担心他有意识这件事情，不是说担心他像骇客任务一样，而是说他就是越来越强了。现在就像小孩子可以玩核弹是一样的问题。是，对，所以说其实这会让很多人开始担心，而且当他开源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可以玩的方式更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也之前有讲到矽谷分两派，乐观派跟悲观派的来源。对，这个永远啦，永恒就是这样子。那同样的，大家也会担心说，那这样的技术，现在伊朗也有了，北韩也有了，好 ，DeepSeek 对不对？它开放了嘛？好，大家都有了。好，那接下来会被怎么用呢？又是一场冷战的局势，又是一场冷战局。所以总结一下 ，DeepSeek R1 或者说整个 DeepSeek 被封锁呢，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治安风险，因为它的数据不透明，可能会有安全问题。这个安全问题包括它输出内容的安全问题，包括它使用上的安全问题。再来就地缘政治这就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美中选边站的问题。第3个就是监管问题，这本身它是一个开源而且非常强大的 AI， 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政府会开始审查。那这样看来呢 ，DeepSeek 不只是一个技术创新，也是一个 AI 产业跟贸易战，还有是国际监管共同这个一个交叉的战场。这个战火非常的猛烈。被你这样讲完，感觉全世界都被他洗礼了一遍。虽然近期的新闻的确也是啊，对啊，因为其实战场好像是壕沟战嘛，好像突然两边的壕沟突然有一个人跳进来。然后枪火开始往左，对，开始狂射这样子其实是蛮进入火线了。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 DeepSeek 它到底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灾难？那我们刚才聊到 DeepSeek 因为开源呢得到了很多科技公司的支持，但也被某些国家封锁了。那这就带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开源 AI 本身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科技的未来？还是它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灾难？我们刚才就有聊到，如果我们以生物工程来对比的话，就是说我能不能开源合成生物学？我能不能开源一些，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用包括 AlphaFold 或者说 RosettaFold 一些折叠蛋白质的预测程式，去制造出某些奇妙的蛋白质。但你会好奇说，就是你现在可以搜寻一下怎么做出可以杀人的枪，用玩具枪，它真的不太难。对，然后也的确有人这样做，然后也的确有人这样做，然后的确网络上你找得到资料，那你为什么不禁止这些东西呢？因为的确因为比如说像 OpenAI 或者说 Google 它都会禁止，所以说很多资料都会到暗网嘛，或者说很多人就是想要透过某些方式骗。那个 ChatGPT 早期的时候没有，对，就可以骗出来，让他怎么做炸弹，讲出怎么做炸弹，怎么做危险的东西。那现在显然就是 DeepSeek 就是它完全开源了。好，那而且它训练资料里面还真的有这些东西，然后你也真的可以把它骗出来。好，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有心人，好，只要你是有心人，好，终会事成的，你就会去玩它。对，好，它现在就是一个开放的宝物箱在那边。你要捞什么东西就自己去捞这样子，好，所以你要认为说开源它就绝对是一个好事吗？其实很多人不一定这样觉得，有些人是认为说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审查。可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其实这些知识原本也被装在可能图书馆里面的某一本书，可是它没有那么易得，没有那么简单，就是说它 accessibility 就像ChatGPT 或者说搜寻引擎。它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它会比图书馆的一本书好取得。好，图书馆这本书可能在禁书，可能在某些好像魔法书一样，有些书会被封起来之类的。对。但是现在就是它很容易取得。我觉得这个可取得性，就像我们说核弹一样啊，就是说它就
创造了不一样的环境，这样子。好，我要说的就是说，这是某些人的意见啊。我不知道盛辉怎么看呢？我自己的话，我会是拥抱开源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是没办法限制。就是我刚刚提那个书或者是知识，我觉得它就是不同的载体，有心人就一定可以找得到。就是想要做炸弹的人，我相信你给他1个礼拜去图书馆找书，他真的可以找得到方法做出来。但这也就像是很多人在谈美国要不要禁枪是一样的问题。对啊，好，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某些那就是一个工具，比如说菜刀或者说枪，但是因为就是美国有很多枪嘛，所以大家想要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时候，优先就会去选枪。对，好，那你不会选菜刀。那你菜刀没有办法一次杀死30-50个人嘛？那当然，但是你有枪的话，你可以是杀死30-50个人。是那当然，如果他是我是以个人的观点来讲，我觉得就是开源才是对的。但如果以刚刚国伟讲的那种状况，是整体人类的发展或前进，我觉得这2个是需要权衡的。因为我举个例子，如果有一个人的天赋是杀人，那我难道就要因为我们现在不是都讲了，我们要能够引出学生的真正的潜能，然后要适性发展，所以我就应该要适性发展他成为一个杀人犯吗？你说他是勇者就对了，就是他如果在战场上，他就是一个杀手，他是一个勇者，对，可以杀很多魔族之类的。对，可以，你可以这样定义。可是如果他退休了，然后他协议当中隐含的那个杀意还是很强的，然后又或者是现在社会你需要这样的一个特征，你需要这样的特质的人变出来嘛？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权衡再权衡的，对。所以其实当然我们用的所有比喻，它都有不精确的地方，但。它的确就像我们叫饲养实验室嘛，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很多这样的比喻跟讨论。那开源它的确加速了很多很多的产业的发展，好，不管说是就包括这些大企业，他们很多都是享受开源，也贡献开源。好，即使说一开始 Microsoft 很多人都批评他，其实他现在是最积极于做开源的公司。那 Google 呢也做了，它整个就是受益于开源而成长的公司。那它也贡献了很多在开源社群。所以说，其实开源是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不管是 AI 产业或是整个电脑科学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啦。好，那其实开源也不只是软体，还有开放硬体。包括硬体的设计啊等等，然后包括像 Tesla 它也把它的专利开放出来，等等的，这些其实都会是能够加速开发者能够降低他们进入门槛的关键。好，如果说这些技术呢都被锁在少数大公司的手里，那其实也是蛮恐怖的。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种反乌托邦。那个就会是真的进入 cyberpunk 的世界，那就也是很 cyberpunk 那技术都被这些大企业所掌控。好，那这个 AI 发展方向也是很糟糕。但是如果这个开源 AI 被用来做坏事呢，我觉得大家就会很担心。好，那如果说 AI 是封闭的话呢，我们知道冤有头债有主嘛，然后就有些人要负责，但是如果说每个人都可以搞，比如说，今天核电厂如果出问题，那一定是电力公司的问题。对，好，那如果今天你自己家里面后院搞了一个小型核电厂 SMR， 好，那出问题是你的问题啊，好，那就是每个人的问题了。所以说，其实这个就是自由跟责任之间如何找到一个那个社会最能接受的一个状态。好，那开源有时候就是一直不断在尝试这个线到底在哪里。是我到底可不可以把枪交给每个人，每个人都可以用枪？我到底可不可以让每个人都拥有那么强大的 AI？ 对，好，那这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事情。而且他又反过来会说，这会不会造成某一种阶级的？就因为能用 AI 或不能用，反正非常多你可以想的事情。而且也有人会认为说，我这开源这样子，外界更好去监督啊。好，就我就更能就知道说你这个开源，因为你包括权重啊、训练资料啊什么都开源，那这样子其实包括我们现在用很多开源软体，我们之所以相信它安全，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双眼睛在看，好，而不是只有一些公司的一小组人在负责，而这小组人可能会因为他的业绩，因为他的主管要他做什么，而就做了一些这个不安全的事情。是好，那而且我们又监督不到，所以说其实这有很多的辩论啊。那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DeepSeek 它又是一家中国公司，
这又为这个复杂的问题增加了一个复杂的维度，就再多一个维度了。对，好，这个中国的开源 AI， 哎呀，这个真让人尴尬，对不对？对，好，今天魔族推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魔族拿出一个圣剑，好，你要不要拿呢？对不对？可以啊，因为他那个拿的好像蛮不错的、啊，对，可以打赢魔王，但是可是魔族出的，糟糕啊，这个好难选啊，对不对？是，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有很多的讨论了哈，所以那包括假资讯的问题也是一样，就是说开源 AI 的确可能会让假资讯的问题变得更严重。好，因为包括它可以就是让更有心人士，我们刚才说，它也现在北韩也可以用了嘛，伊朗也可以用嘛，所有人都可以用了。好，那就没有什么好，没有办法限制了，大家都有那么强大的 AI 了。好，那我们也可以预期，等到 ChatGPT 或等到 OpenAI 的 O3 出来，好 ，DeepSeek 可能也 R2 了，对，也有可能。好哦，那个如果说我顶多就是晚半年嘛，对，好，那顶多晚半年哦，那个已经接近 AGI 了，好。那你开源一个接近 AGI 的东西，不是很恐怖吗？好，很难讲。对，好，所以呢，我觉得最后呢，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这个 DeepSeek 到底是开源进步的象征，还是一个契机？好，让我们去思考未来 AI 技术该如何发展。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所有人在共同决定这件事情，我们要一起我们的每一个观测，我们每一个使用，都在决定这个路径。所以也要问各位思想实验室的朋友们一个问题：你觉得 AI 应该完全开源吗？有一派是觉得这样哦，对，的确很多人是觉得这样，因为觉得有很多优点嘛，还是觉得应该要保持部分的封闭，包括权重可能可以开，可是训练资料可能不能，或者说训练资料可能可以开，权重不能开。然后我再提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完全开源的话，我会很老实的跟各位讲，就是有80%的人是没有办法跟得上世界的。哦，你要想想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 API， 什么为什么它闭源，然后做那些 UI 界面，那是为了不会写程式的人在做的，好用嘛，对不对？对，如果直接复制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公司，没有这些闭源公司在努力在开发服务上面，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现在这个成果。更好的把这个服务或这些 AI 的工具推到一般人的手里，对，好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我就是要故意制造一个难题，你们不要想着都只是好事，闭源就是坏，对，因为毕竟大家要收这过路费嘛，对，那就为了要收这过路费，他得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界面之类的。好 ，Anyway 呢，这场 AI 战争呢，未来的走向还不是很明朗，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只是刚开始。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思想实验室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